張武3年，白帝城，一代梟雄隕落，将魏晉的江山與風雨搖擺的蜀漢托付給了那個守口如瓶、躬耕南陽的智者。朕這一生自涿縣起兵，歷經風雨40載，本以為能興復漢室，還於舊都，可今日怕是等不到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愛，這裡是 AI 起飛站啊。今天我們來做一條白帝城托孤的歷史短片，同樣的也是用 AI 來生成。整條視頻的核心思路很簡單，就是先把形象定下來，好，然後再去做關鍵分鏡，最後通過剪輯或配音把情緒真正拉起來。這次我們要做的內容主要分成3個部分。第一步，先生成劉備和諸葛亮的人物參考圖。第二步，用這些參考圖去完成關鍵鏡頭。第三步，進剪映做節奏、轉場、音效和整體氛圍。最後做出來的效果就是從劉備托孤到諸葛亮受命，再到出師北伐，完整講出這一段三國裡非常有史詩感的故事。好，首先第一步，我們先把角色定下來啊，因為歷史題材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人物氣質一定要統一，所以我會先分別做2組角色圖，一組是晚年的劉備，一組是中年的諸葛亮。這樣做的目的不是單純為了出圖好看，而是為了後面生成視頻鏡頭的時候，人物狀態能夠更穩定，整體風格也更統一。劉備這一組我會把重點放在晚年帝王感上啊，比如說兩臂斑白、疲憊但不失威嚴的眼神，還有那種病榻之上依然放不下江山的感覺。服裝上可以偏暗紅或玄色，背景盡量壓暗一點，再給一點微弱燭光，這樣人物情緒會更重。諸葛亮這一組我會重點突出他的儒將氣質，像冷靜深邃的眼神，像諸葛亮穿的這種比較寬敞的這一種衣服、雨衣，好，這些元素都要有。神態上可以分別做出幾種狀態啊，比如說看圖的沉思，還有在大殿之上領命，還有這一種迎風遠望的特寫。好，這樣後面不管你是做文戲鏡頭還是大戰前夕的情緒鏡頭都會更方便。如果你現在還沒有 GPT 賬號啊，可以在我的視頻往下拉，這裡有一個更多啊，裡面我放了幾個相關鏈接，其中有一個是 GPT 的入口，另外一個是 GPT 獨立賬號入口。很多人可能因為想使用這個 AI 工具但是它因為支付問題或者是國內不太好直接開通所以很多人會通過這種方式來解決。好，直接點進去銀河錄像局。好，銀河錄像局它也是一個代充平台。好，裡面所有的網站使用都是合法備案中國電信國際專用信道它是面向全球用戶裡面它也有經營許可證。好，來到首頁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 AI 服務。好，裡面包含了國內外一些常用的 AI 工具。比如說你想用一個想使用這個迷你 AI 工具但是我們國內不太好直接開通我們就可以在这一個代充平台來購買GPT 賬號也是一樣，因為支付問題國內不太好直接開通，我們也可以通過這個平台來解決。像我們的 Google 賬號GPT Plus 代充、多鄰國 Plus 等等如果你有需要的都可以自己看一下。好，這邊我們需要用這個沒有 GPT 賬號，我們也可以直接在這裡邊來點擊這個 GPT Plus。好，這裡的會員它有一個共享會員和獨立會員。好，獨立會員它有年付、月付，還有季付。獨立會員它是一個人使用，也就是你的自己的私人使用如果是你使用共享会员它是一個多人共享
也就是4個人的使用一個賬號可能隱私性沒有那麼好建議大家使用這個獨立賬號。好，選好之後，我們直接點這裡支付寶支付如果你有銀活幣，我們也可以直接在這邊把它抵扣直接點這邊可以抵扣。好，優惠碼小愛這邊也給大家申請到一個優惠碼，有一個95折的優惠輸入這個小幸運。好，點擊確認，下一步就點這個支付寶支付。好，這邊它會出現一個二維碼，我們可以直接打開手機支付寶掃一掃，可以繼續完成付款。好，完成付款之後，跟着它這裡後面一步一步操作即可如果有任何問題，我們可以找到上面客服去諮詢。好，我們接下來繼續講。好，那麼接下來我們就進入第2步，正式做鏡頭我們可以把鏡頭拆成3個部分，這樣結構更清楚，節奏也最好控制。好，鏡頭1，白帝城托孤。第一個鏡頭就是整條視頻最重要的情緒起點。好，這裡我會把畫面重點放在劉備身上，鏡頭盡量拉近，用极近景去拍病榻上的老帝王。好，比如手抓住前方人的衣袖，眼神已經開始有些渙散，但裡面還帶着不捨和執念。好，背景不用太複雜，保持昏暗的大殿氛圍，加一些搖晃的燭火就夠了。好，這裡我們就用這樣的一段提示生成一張電影概念設計圖，3×3 9宮格排版，展示一位古代中國老皇帝劉備風格，細節斑白的鬢角，深沉憂鬱的眼神，穿着暗紅與玄色交織的漢代黃袍，神態包含病榻上的虛弱強撐的威嚴，臨終托孤時的不甘，要求寫實主義，暗調背景帶有微弱燭光， 8K 超清，材質紋理清晰。好，我們用這樣的一個提示生成第1張圖。好，這裡我們生成的這個圖片，它邊我生成的是一個9宮格的一個圖片好，生成的這樣一張圖的話，方便我們後期制作視頻因為在做視頻的時候 Stance 2.0 它暫不支持真人臉所以如果我們生成這個9宮格的這個圖因為 Stance 2.0 的這個審核系統是基於單張大臉的特徵值判定的當你上傳9張小臉時，系統的注意力被分散，無法鎖定唯一的真人身份，因此能90%的繞過識別。這對於像我們這種做歷史人物傳記的創作者來說是保密級的一個技巧像這種它沒有出現真人臉的這種都容易過如果是像這種的真人的單張大臉可能不容易通過，因為它會判定真人臉它上面有寫暫不支持真人臉所以我們這裡就需要注意。好，如果我們是這樣的一個背面的這一個圖這樣都很容易通過就容易生成。好，第2個是一個謀士也就是這種諸葛亮風格的這樣的一個圖片我們需要把這個人物給它生成出來。好，這裡也是生成一張電影分鏡素材圖，3×3 9宮格排版，展示一位中國古代中國謀士諸葛亮風格，細節頭戴冠巾，身着白青相間的八卦鶴氅，神態眼神深邃，面容清瘦，包含在地圖前沉思，在大殿前下跪領命，在風中凝望遠方的不同特寫要求電影級光影，真實的布料紋理，冷色調背景，極高細節。好，這裡的人物他就給我們生成了各種場景不同神態的一個9宮格圖片。好，這張圖片裡面它已經就包括了諸葛亮在大殿單膝下跪畫面。好，這樣一下做出來，整個視頻的氣質就立住了。好，第3個鏡頭出師北伐
這個是整個鏡頭的一個高潮，這時候就不再是室內人物戲了，而是直接把空間拉大。這裡我們做視頻可以用高空俯冲的方式。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有蜀道秦嶺峽谷，還有蜿蜒前行的這一個漢軍。畫面裡的重點元素就是大軍陣型、陣列、戰旗和地形。尤其是這一個漢字的這一個大旗一定要足夠醒目，因為它很容易把歷史史詩感一下子提起來。好，圖片生成好了之後，下一步我們就需要在极夢 AI 來生成這個視頻。先帝，臣定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只要臣在一天，漢旗便絕不會在大地倒下。朕這輩子織過席，犯過女，也曾三顧茅廬請得真龍下山，可如今朕的龍困在了白帝城的秋雨裡。好，這裡我們的選擇是無人機遠景，畫面是這個圖片1，也就是這一個白帝城的這個圖片。好，這邊我上傳了3張圖片，一張是白帝城下着暴雨的圖片。好，第二張图片是一個9宮格圖片。好，這裡我們用到哪一個鏡頭，這個模型它會自動匹配這個鏡頭比如說裡面我們需要用到這個老人講話的鏡頭，它就會自動匹配到這個鏡頭裡面。好，在之前的时候因為生成的时候上傳了一張有包含人臉的照片，好，就沒有生成成功。好，所以我們在做視頻的時候不能單獨有人臉的圖片上傳到裡面。好，這裡的模型我們選擇 SLAM 2.0。好，上面這個SLAM Fast 都是不支持真人人臉所以我們才使用這個9宮格的這個圖片來規避這個問題。好，我們第一個鏡頭主要是講這個白帝城托孤，我們可以將單張真人圖拆解為9宮圖或者是3:4圖，包含人物的不同角度、側面、不同表情。好，這邊我們生成了9個不同的場景圖。好，這種9宮圖或3:4圖的形式 ，AI 識別系統會將這種排版判定為設計稿，從而降低人臉判定的敏感度。如果我們在生成視頻的時候如果單張圖人臉沒有通過，我們就可以用這種9宮格圖片或者是3:4圖來降低人臉判定的這一個敏感度。好，這個圖片中我們可以生成不同角度的這一個圖，好，以便於我們後期制作視頻。做視頻選擇這個 SLAM 2.0， 它的遵循度更高SLAM 2.0 生成出来的比這個 SLAM Fast 畫質更高質量視頻質量也會更好，所以我們選擇這個 SLAM 2.0。好，這個模型我們選擇這個全能參考。好，這邊小愛呢買了一個基礎會員，但是有會員它也會時間生成的時間也有點長這邊我們就需要等待上面這個要預計超過2個小時，下面這個它已經預計超過40分鐘，所以說我們可以先把視頻讓它先生成，我們可以先去做其他的事情，等它視頻做好我們再來看這個效果。好，如果使用9宮格也報錯，可以嘗試調小9宮格中人物臉部的佔比，或在提示中強調電影遠景。好，這裡的時長它有從4秒到15秒這個時長。好，如果你是做關鍵對白建議10到15秒，動作快進建議5秒。在聲音的地方我們也可以選擇比如說是男人的聲音，我們可以選擇一個比較厚重的聲音如果是少年的聲音，我們可以選擇一個比較清爽的少年声音我們可以在写提示詞的時候給它強調一下声音的選擇。這個比例我們選擇的是一個電影圖的一個視頻比例21:9。如果你用到手機上也可以選擇9:16上面有16:9、4:3、1:1、3:4的這一些選擇。時長這邊我選的這個12秒因為這邊我有一個對白的片段
好，为了保持這個人物的一致性我們選擇這個艾特怎麼使用呢？我們也可以用參考我們圖片中我們哪一個畫面用到哪一個鏡頭，我們就艾特哪一個圖片中這個畫面比如說這個圖片1這個場景，好，我們就艾特這個圖片1。好，第一個畫面是暴雨中的白帝城懸崖，我們用到這個老皇帝的這個人臉的時候，好，這邊我們就艾特一下這張9宮圖，然後它會自動識別到這個老皇帝的人臉，鎖定參考。好，我們鏡頭是無人機遠景圖片1用到圖片1的場景，暴雨中的白帝懸崖，黑雲壓頂，風捲殘雲，病塔前的燭火這邊它的燭火是拉近的這個片這個視頻裡面有用到這個燭火的地方它會用到這一張圖它會自動識別。好，然後鏡頭2它會緩慢拉近特寫畫面，它會鎖定龍塔前最後一盞搖晃的燭火，照亮斑駁的床沿，劉備臨終的這個特寫，氣聲主體臨終吃力說話的特寫。好，這邊我們艾特了圖片3。好，這是一個老皇帝臨終的這一張圖片。好，用到這張圖的時候AI 它會自動識別這個。好，這裡老皇帝9宮格人臉鎖定參考，畫面眼神渙散，嘴唇微顫，正在吃力說正，然後有6個點，也就是停頓。這一生自涿縣起兵，歷經風雨40載。好，後面有6個點，這裡是一個停頓。好，也就是我們用到停頓的地方，後面點上6個點，它會自動在這個地方停頓。本以為能興復漢室，還夷舊都，可今日。好，接着停頓。好，中間這裡6個點，這裡又到了停頓，怕是等不到了。配音要求呼吸沉重，語速極慢，帶有一種英雄末路的虛弱與不甘。朕這一生自涿縣起兵，歷經風雨40載，本以為能興復漢室，還於舊都，可今日怕是等不到了。這個鏡頭它的最關鍵的不是動作多，而是情緒要壓得住裡面有這個老皇帝的不捨和執念這是一個情緒點。還有他講話的時候這種虛弱，我覺得視頻生成出來特別的好。好，做這個的時候最關鍵的是我們用到哪一張圖片，我們就艾特哪一張圖只要這個9宮格裡面有這一個鏡頭我們就可以艾特這一張圖比如說我們要用到這個鏡頭這是一個老皇帝劉備臨終的這個吃力說話的鏡頭旁邊有這個諸葛亮這個鏡頭它是緩慢拉近劉備臨終吃力說這裡有氣聲虛弱的斷句也就是這個它比較虛弱正後面6個點，這邊它是一個停頓這輩子織個席半個郡後面又是一段停頓比較吃力。也曾三顧茅廬，請得真龍下山，可如今鄭德龍困在了白帝城的秋雨裡。老皇帝劉備9宮格人臉鎖定參考。好，這邊我們需要用到這個人臉的時候這邊就要用到這一句人臉鎖定參考這一個鏡頭。好，裡面的畫面是眼神渙散，嘴唇微顫配音要求呼吸沉重，語速極慢，帶有一種英雄末路的虛弱與不甘。好，我們做好之後把它下載下來。好，這邊我們來看一下。好，我們看一下這一個鏡頭出來的效果。朕這輩子織過席，犯過女，也曾三顧茅廬，請得真龍下山。可如今朕的龍困在了白帝城的秋雨裡。好，這個鏡頭是這個老皇帝躺在床上，人物他還是保持了一致。這個諸葛亮站在旁邊兩人握着手。好，下一個鏡頭我們就需要用到諸葛亮接過詔書這個畫面，還有這個大軍
出祁山的這一個景象。這裡是用無人機俯拍大軍出祁山的這個遠景。這裡我們會用到這一個諸葛亮站在山巔的這一張圖，還有這一個大軍的這一張圖。這邊我用到2張圖。這個背景畫面我們可以直接生成一張背景圖單獨一張也可以只要沒有用到正面的人臉我們就可以直接單獨生成这一张图片。如果有用到人臉，我們就生成一张9宫格形式的圖。這裡的圖片1，無人機俯拍大軍出祁山遠景裡面有這個鏡頭，我們就艾特這張圖片。諸葛亮站在山巔，還有清晰的背影。這個是用到第2張圖圖片2，背影在丁達爾光影中漸漸完全虛化定格。這邊我選的15秒的時長同樣的全能參考比例還是選擇的21:9。這個時長可能要長一些，所以說這裡的積分用到120積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視頻。所有视頻做好之後，我們把它導入剪映，把它排列好每一個鏡頭給它。這裡的鏡頭我們可以分為3個層次。第一個，開頭劉備托孤配低音旁白，把觀眾先帶進白帝城那個壓抑的氛圍裡，然後等劉備講完話的時候，直接給一個短暫黑場這樣過黑場不用時間太長，半秒左右就夠了。用到這個黑場呢，它不是為了炫技，而是為了讓情緒有一個明顯的停頓。等觀眾這一口氣壓下去之後，再瞬間切到諸葛亮起身拔劍指向祁山，這樣一來，前後的情緒落差就出來了。配音上也一樣，前面可以偏凄涼一點，到了這裡再轉成厚重戰鼓，整個氣勢就會立刻拉出來。我們當然 AI 生成的畫面不可能每一帧都特別完美，所以後期還是要把不需要的地方給它剪掉或者有的地方没有生成好的地方把它裁剪掉。在處理的過程當中，我們也有2個很實用的小處理思路。第一個就是通過縮放或者輕微的關鍵幀運動。我們打上一個關鍵幀讓縮放或者是輕微的放大，讓原本偏靜止的畫面更有呼吸感，哪怕只是慢慢放大一點點，畫面都會顯得更像鏡頭，而不是一張單純的圖。第2個就是用蒙版、黑邊或者是環境元素去修畫面。如果背景裡有一些不自然的細節，或者邊緣有一些尾影，其實不用硬修，直接疊一層氛圍煙霧，或者加一點暗角和黑邊，很多問題就會被自然的藏掉。而且這種處理會讓畫面更有電影感這邊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打上關鍵幀之後出來的這一個效果，它有一個鏡頭推進不是像那種一張圖的一個形式的畫面這樣就有了一個畫面的呼吸感裡面的这一個鏡頭也會更自然。視頻做好之後，我們可以直接導出。我們也可以加上一些音樂讓這個視頻更有史詩感如果裡面有一些聲音，比如說下雨的聲音，或者是千軍萬馬這一種聲音，我們也可以把真音給它加上這一個音頻。在鏡頭裡面我們加上一些輕微的這一個關鍵幀。所有視頻完成之後點擊導出。我們再來看一下整體的畫面。朕這輩子織過席，犯過女，也曾3顧茅廬請得真龍下山，可如今朕的龍困在了白帝城的秋雨。朕這一生自涿縣起兵，歷經風雨40載，本以為能興復漢室，還於舊都，
可今日怕是等不到了。臣接過的不是一纸诏書，而是先帝半生的托付。这北方的路在，汉室的旗也要插进長安的城墙，克复中原，死而後已。好，如果你觉得想讓畫面更有電影感，我們也還可以加上一些配音。5出祁山，6出魏賓，這一去是不問歸途的孤勇，是一個名字對一個承諾，長達一生的守護。好，今天這一條白帝城托孤的 AI 歷史短片整體流程就完成了。你會發現，這類題材最關鍵的並不是單獨某一個鏡頭有多炫，而是人物氣質有沒有統一，情緒沉浸有沒有層次，最後剪出來有沒有史詩感。好，如果今天這一期視頻對你有幫助，別忘了點讚訂閱小愛的頻道。好，今天用到的所有 AI 工具我會放在下方描述欄。好了，朋友們，今天我們的視頻就講到這裡，下一期再見。